你那张卡额度那么高，3万多对你来说算什么？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但有时候过于锐利会伤到自己。他以为他抓住了我的命门，他以为白纸黑字我就必须认栽。谁能想到一个发小心计能深到这个地步？为了3万6的饭钱，不惜伪造签名，坑害发小。各位老同学，这周末有空吗？我在市中心的凯悦大饭店订了个包间，请他吃饭。我没猜错吧？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张伟是我们这群发小里出了名的一毛不拔。工作后，他进了家不错的单位，工资比我们大部分人都高，但抠门的本性一点没改。今天居然说要请客，事出反常必有妖。难道周阳，你那张白金信用卡额度多少来着？听说挺高的。没多少，瞎办的。现在想来，他那通电话就是为了今天的饭局做铺垫，他是想让我背锅。先生，您确定要注销这张卡吗？我确定。这张卡没有年费，注销了很可惜的。注销。张伟，我不管你想玩什么花样，你的算盘打不响了。晚上6点，陆续有同学给我打电话，我一个都没接。我能想象他们在电话那头催促我的样子。周阳怎么还不来？就差你了，快点啊！估摸着他们吃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终于拿起了电话。喂，是周阳先生吗？我是凯悦大饭店的经理。你朋友张伟在我们这里消费，一共是36800元。他说这顿饭由你买单。但是周阳先生，你朋友报上来的那张信用卡我们试过了，是张无效卡。无效卡？是的，无效卡。周阳先生，您现在方便过来一趟吗？你的朋友们还都在这里。张伟怎么说？他说卡肯定是有效的，是我们的机器有问题。我们换了3台 POS 机，结果都一样。他还说他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你都没接。我能想象到，张伟估计像热锅上蚂蚁，在那儿急得团团转。周阳先生，我明白了。但我今天加班，在郊区工厂，过去大概要1个小时。好的，我们等你，但希望您能尽快，这已经影响到我们接待下一批客人了。张伟，这场戏是你开的头，那就别怪我让你下不来台。周阳，你快来啊，出大事了！怎么了？张伟，他把你的名字和身份证号放上去了，说你买单，结果那卡刷不了，现在老板扣着人不让走，场面难看死了。同学们都想走，但经理不放行，说我们是团伙消费。团伙消费，这经理倒是个狠人。是啊，张伟现在像疯了一样，一会儿说酒店的机器坏了，一会儿又说你肯定马上就到，让我们别急。我们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信了他的鬼话。早知道他这么不靠谱，我们就不来了。你别急，我正在路上了。你快点！张伟刚刚还想跑，被保安给抓回来。他现在坐在地上，抱着经理的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都快不认识他了。我知道了，3万多块不是一笔小数目，够我女儿3年的兴趣班学费了。她凭什么觉得我会为她的虚荣和算计买单，会默默吃下这个哑巴亏？我说了，我兄弟马上就到，你们酒店是不是看不起人？我们只认钱不认人，您今天不把账结了，我们只能报警处理了。周阳，你可算来了，快把钱付了！这帮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居然敢扣着我们！周阳，好兄弟，快啊！你不是有白金卡吗？先把账结了，我们出去再说，算我借你的，行不行？我为什么要付钱？你说什么？我说我为什么要付钱？你疯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顿我请你。我们什么时候说好了？我怎么不知道？经理，我想问一下，在群里发消息说要请所有同学吃饭的人是我吗？不是，是这位张伟先生。那么在你们酒店订包间的人是我吗？也不是，也是这位张伟先生。张伟，群里你说你请客，酒店是你订的，从头到尾有我什么事儿？可是你那张卡额度那么高，3万多对你来说算什么？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兄弟就是用来给你挖坑的，兄弟就是用来给你吹牛装逼买单的。爸爸，你看我画的好看吗？我女儿的兴趣班学费你出吗？我父母的医药费你出吗？我每天在工厂里加班汗流浃背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一个月工资1万多，我只有5000，你花着自己的钱逍遥快活，却算计着我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这也是兄弟？够了，经理，
谁请客谁付钱，天经地义。这笔账应该由张伟先生来结，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周阳先生，您说的有道理，但事情可能比你想的要复杂一点。张伟先生在预定的时候，不仅提供了您的身份信息，还替您在这份单子上签了字。从法律上讲，这份消费确认是有效的。他以为他抓住了我的命门，他以为白纸黑字，我就必须认栽。经理，你确定这份签名有法律效力？周先生，白纸黑字，这是最直接的证据。如果您认为签名是伪造的，可以申请笔迹鉴定。但在那之前，这笔账我不需要笔迹鉴定。我有比笔迹更直接的证据，证明这顿饭从头到尾都与我无关。喂，是周阳先生吗？我是。你朋友张伟在我们这里消费，他说这顿饭由你买单。但是周阳先生，你朋友报上来的那张信用卡我们试过了，是张无效卡。经理，通话记录显示1个小时前是你主动打电话给我，你明确说了是我朋友张伟在消费，也是他说由我买单。也就是说，你们从头到尾都很清楚，消费主导者是张伟，而不是我。我甚至都不在现场。现在你却拿着一份伪造的签名，告诉我这份消费确认对我有效。请问你们就是这样做生意的？明知是骗局，还要配合行骗者向受害人施压。所以这份签名是在我本人不知情、不在场的情况下由张伟伪造的，而你们酒店在明知事实的情况下，试图用这份伪造的文件来胁迫我。这件事儿，我们是不是应该报警，让警察来评评理？不用等了，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报了警。伪造签名进行大额消费，这属于诈骗。我相信警察同志会给我一个公道。警官，这是个误会。是你签的字。我问你话呢？是我。跟我们走一趟吧。保证会配合调查，免除今天的所有餐费。周阳，今天这事儿真是对不住了，我们都错信了张伟。不怪你们，谁能想到一个发小心计能深到这个地步？你是周阳，你这个爱欠刀的，你把我们家张伟害得还不够吗？你还想让他去坐牢是不是？我们两家什么关系？你跟张伟是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要报警抓他。张阿姨，第一，他不是花我几个钱，是3万6；第二，不是我让他坐牢，是法律。伪造签名是犯法的。你还敢顶嘴？我告诉你，周阳，你今天必须去跟警察说你原谅他了，不然我跟你没完！我天天去你家，去你工厂闹，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是个什么样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周阳啊，你跟张伟是不是有什么大矛盾？主任，怎么了？周阳身家不菲，却刻意装穷。我家境窘迫，周转困难，前去求助，没料他早设下陷阱，留下证据，狠心报警，要将我送入牢狱。主任，帖子里说的全是假的。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但现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影响都不好。厂长都知道了，他让我找你谈谈，问问这会不会影响到厂里的声誉。李静，帮我个忙。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想知道张伟最近是不是特别缺钱？他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出鸿门宴？这个我倒是听王浩说过一嘴。他说张伟最近好像迷上了一个网络主播，天天在直播间里刷礼物，跟疯了一样。这样就说得通了。为了虚荣，为了在网络世界里装大款，所以才在现实里不择手段的搞钱。哪个平台？主播叫什么？好像叫鲨鱼直播，主播叫甜心小兔。王浩说张伟已经是那个主播的榜一大哥了。一个工资1万多的人，在网上豪掷20-30万，而现实里，为了3万6的饭钱，不惜伪造签名，坑害发小。这就是证据，证明他不是家境贫寒，而是挥霍无度。谢谢伟哥送的手机，爱你哦，么么哒。有了这些，我就能把那篇抹黑我的帖子驳得体无完肤。和我最爱的爸爸一起参加活动，开心。这张脸我认识，宏达集团董事长钱宏达是我所在工厂的最大客户。
原来是这样吗？张伟知道钱菲菲的身份，他是想通过讨好钱菲菲来搭上钱宏达这条线。周阳吗？厂长让你现在来他办公室一趟，宏达集团的前董事长亲自过来要见你。钱董事长点名要见我一个普通的车间工人，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钱董，这位就是周阳。坐。周阳是吧？我今天来是为了一件私事。钱董请讲。我女儿菲菲，你可能不认识，她最近在做一个社会实践，在网络上当主播，体验生活。有钱人的体验生活，就是让张伟那样的人为了打赏不惜去犯罪。我知道。那事情就好办了。我听说你和你的一位朋友因为我女儿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纠纷。他用词很巧妙，把诈骗说成纠纷，把张伟的恶意坑害说成是不愉快。我明白了他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他女儿的名声，或许也是为了保住张伟这个榜一大哥。钱董，那不是纠纷，是诈骗。我的朋友张伟伪造我的签名，试图让我承担36000元的餐费，这在法律上叫诈骗未遂。我的强硬让钱宏达再次感到意外。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但有时候过于锐利会伤到自己。张伟做的事儿的确是他不对，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他了。他还是个孩子，一时糊涂犯了错。你看这样行不行？那36000的餐费我出了，另外我再私人给你5万块钱作为补偿。你去派出所销个案，跟警察说这只是一场朋友间的玩笑，你看如何？5万块，对我来说将近1年的工资。他出手阔绰，认为钱可以摆平一切。快答应啊，快答应啊！他不是在跟我商量，他是在用钱买我的妥协，买我的尊严。如果我今天拿了这笔钱，那就等于承认我周阳是可以被收买的。那篇抹黑我的帖子就成了洗不掉的污点，所有人都将认为我是为了钱才设局陷害自己的朋友，而张伟将会在钱宏达的庇护下安然无恙地走出来，继续当他的榜一大哥，继续嘲笑我的愚蠢。钱董，谢谢你的好意，但这个钱我不能收。你的意思是不给我这个面子？这不是面子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这不是钱能解决的。好一个原则问题。周阳，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件事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行，王厂长，你们厂的工人很有骨气，我欣赏。但是我们宏达集团的订单最近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市场不景气，我们也要缩减开支嘛。钱董，您听我解释。我知道我惹上大麻烦了。周阳啊，周阳，你到底是干什么？你知道你刚才拒绝的是谁吗？那是我们的财神爷，你把他得罪了，我们全场的人都要跟着你喝西北风。就为了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为了跟一个混小子置气，钱董都愿意给你5万块了，你拿着钱什么事都解决了不好吗？你为什么非要这么犟？厂长，这不是钱的事儿，那是什么事儿？天大的事儿！我告诉你，周阳，钱董已经发话了，从下个季度开始，我们厂的订单削减一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因为你至少有1半的工人要面临下岗。你现在马上去给钱董道歉，去求他，告诉他你错了，你愿意接受他的条件，快去！好，你有骨气。圆了吧，我们厂留不下你这尊大佛。开除我，这是我预料到的结果。工厂要裁员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瞬间传遍了每一个车间。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再是之前的指指点点，而是仇视。
他们把我当成了砸掉他们饭碗的罪魁祸首。就是他，就是那个周扬得罪了大老板，害人精，自己不想干了，还要拉着我们一起死。滚出我们厂，我们不欢迎你！这就是我在这里奋斗了5年的全部家当。周扬，我听说你被开除了。因为钱宏达。对不起，周扬，这件事儿本来是因我们而起的，现在却让你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后果。不怪你们。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不知道，先找个地方静一静吧。惊爆 X 机械厂员工周某身家100万，却设局陷害发小，只为3万块钱饭钱。楼主别在这里装白莲花了，你儿子张伟是什么货色？大家心里没数吗？他打赏主播甜心小兔2个月就花了30多万，有截图为证。那张图正是我昨天截下来的。谢谢伟哥送的手机，爱你哦，么么哒。手机1万多，眼睛都不眨一下。对兄弟，3万6都要坑蒙拐骗，这种人也配有兄弟？刷新3观，宁愿给女主播花30万，不愿请同学吃3万饭，这已经不是抠门了，这是人品有问题，活该被抓。这种人就该进去好好改造。支持周扬，兄弟是拿来坑的吗？是谁？是谁在帮我？第一个匿名 ID 发的是我截的图，难道是李静？李静，论坛上的帖子是你发的？什么帖子？我刚下班还没上网呢。不是他，那会是谁？除了我，还有谁会有那张截图？难道？不可能，他没有理由帮我。你们懂什么？我儿子那是重感情，他那是爱。你们这群屌丝一辈子也体会不到，我儿子有钱，他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笑死！打赏女主播叫重感情，坑发小叫理所当然是吧？阿姨，你儿子这么有钱，怎么连3万6的饭钱都付不起啊？都是那个周扬，是他嫉妒我儿子，是他设局陷害我儿子，我儿子是被冤枉的。别演了，阿姨。网友们不是傻子，事实和证据摆在面前，谁是谁非一目了然。别吵了，想知道真相吗？想知道一个身家上亿的董事长为什么要去保一个诈骗犯吗？今晚8点鲨鱼直播，正义之锤直播间，不见不散。正义之锤，这是一个粉丝只有几百人的小主播，动态里空空如也，看起来就像个新号。今晚8点，不见不散。但他放出的预告却像一块巨石，投入了本已波涛汹涌的湖面。8点，定好闹钟了，正义之锤我来了，这瓜必须吃。这个正义之锤到底是谁？他似乎知道很多内幕，他为什么要帮我？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各位朋友，晚上好。我知道大家今天来都是为了周扬和张伟这件事。在揭露真相之前，我先给大家看几样东西。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张伟在直播间豪掷30万的贡献榜截图。第三张图，张伟伪造签名的那份消费确认单。一个诈骗犯，一个亿万富翁的女儿，一个爱女心切的父亲，这三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故事要从1个月前说起。1个月前，张伟通过某种渠道得知了女主播甜心小兔的真实身份是宏达集团董事长的千金，于是他制定了一个疯狂的计划，他要成为榜一大哥，要在线下和钱菲菲见面，要通过他搭上钱宏达这条线，从而一步登天。为此，他不惜挪用了自己公司的公款，在直播间里疯狂刷礼物，但是30万很快就花光了，眼看就要到主播的线下粉丝见面会，他必须继续刷钱才能保住榜一的位置。于是他把主意打到了他最好的兄弟周扬的身上。今天我请客，大家随便点。接下来的事儿大家就都知道了，鸿门宴伪造签名未遂被捕。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钱宏达董事长为了保住女儿的名声，也为了保住这个能给他女儿带来快乐的榜一大哥，亲自出面试图用钱和权来压下这件事。他找到了周扬的工厂，用削减订单来威胁，逼迫工厂开除了周扬。我操！惊天大瓜，资本的力量太黑暗了，周扬也太惨了吧！现在张伟已经被拘留，而周扬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却因为坚持正义丢掉了工作，成了别人眼中的害人精。各位，你们觉得这个世界公平吗？现在连线当事人周扬。喂，他接了。嘘，听。周扬，你好，我是正义之锤，抱歉用这种方式联系你。现在你可以把你所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
这他妈叫什么事儿啊？老实人就活该被欺负吗？周阳，你是真男人，支持周阳，必须跟这帮人斗争到底。宏大集团是吧？等着，这就去你公司官微下面冲了你！正义必胜。周阳，谢谢你的勇敢。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后悔吗？女儿期待的眼神，爸爸，爸爸。妻子操劳的背影，我丢了工作，断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我让他们失望了，但我后悔吗？不后悔。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报警。人可以穷，但不能没有骨气。有些底线，一旦退了，就再也站不直了。说得好，爷们儿，这才是真正的男人。主播，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众筹吗？我捐100，我也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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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心意，周阳心领了。但我们不搞众筹，我们要的不是同情，是公道。我相信法律会还周阳一个清白。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这一切像做梦一样，一个神秘的正义之锤，一场几十万人观看的直播，一夜之间的舆论反转，我从一个被千夫所指的恶人，变成了一个被全网力挺的孤勇者。这个正义之锤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冒着得罪钱宏达的风险，来帮我这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人？是我。你是谁？我是王浩。王浩，这个答案让我震惊的无以复加。我脑海里努力搜寻着关于他的记忆，一个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内向的同学。在我的印象里，我们俩的交集仅限于同学聚会上的点头之交。你是正义之锤，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也很讨厌张伟。从小学开始就讨厌，自私、虚荣、爱占小便宜。你报警抓他，我其实挺解气的。就因为这个？当然不止。那天在饭店，我看到了全过程，我看到张伟的无赖，也看到了你的坚持。我觉得你这样的人不应该被欺负，更不应该被毁掉。而且，我也不喜欢钱海顿，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看不惯。就是看不惯他们欺负老实人。那些资料你是怎么知道的？哦，我是个程序员，搞点信息对我来说不难。我查了张伟的消费记录，也顺便查了一下那个女主播的背景，没想到还真让我挖出个大瓜。你就不怕钱宏达报复你？怕呀，所以我才要拉上几十万网友一起啊，法不责众嘛。他钱宏达再牛，还能把几十万网友都抓起来。谢谢你，王浩。别客气，我们是同学嘛。对了，你现在在哪里？工作丢了没地方去吧？我发个地址给你，你过来我这里先住下。这太麻烦你了。不麻烦，我一个人住，房子大得很。来了，进来吧。随便坐，别拘束，就当自己家。王浩，你现在是做什么的？哦，开了个小公司，做软件开发的。我这才明白，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默默无闻的穷学生了。王浩大学毕业后，靠着自己开发的软件，拿到了第一笔投资。他有能力，也有底气，去对抗那些他看不惯的人和事。周阳，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不知道。被工厂开除，名声也坏了，估计本地的厂子没人敢要我了。谁说你要继续去工厂了？你忘了，你大学是学机械设计的，你当年画的那些图纸，教授都赞不绝口。怎么工作后反而去车间当工人了？要生活嘛，设计岗工资低，还要熬资历，哪有当工人来钱快？那是他们鼠目寸光。我看了你大学时获得的一个专利，那个自适应齿轮传动系统非常有想法，如果能做成产品，绝对有市场。那个专利是我大学时最得意的作品，但毕业后为了生计，我早就把它压在了箱底，快要忘记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来我公司，我们一起把它做出来？我出钱出技术，你出设计，赚了钱我们5-5分。
创业，自己当老板，我行吗？在工厂当了5年工人，每天和机器铁水打交道，我的专业知识早就忘得差不多了。行不行？试了才知道。你缺的不是能力，是机会。现在机会就在眼前。是啊，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有什么比现在更糟的呢？为什么不赌一把？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好，我干！这才对嘛。来看看这个方案。王浩的公司技术团队非常专业，我沉浸在自己热爱的设计工作中，几乎忘了外界的纷纷扰扰。男子设局坑害发小，背后竟牵出亿万富欧。天价打赏的背后是真爱还是陷阱？普通人如何维权？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调查宏达集团。劳动部门。周阳先生，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法律援助，起诉工厂非法辞退。谢谢。张伟的下场更惨。15年，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儿子吧！钱总，张伟的母亲又来了，我见。好的，钱总。周阳，求你了，原谅张伟吧，他还是个孩子啊！我们两家几十年的交情，你和张伟从小一起长大，你就放他一马吧。我不是没有动容，但张阿姨，现在已经不是我原不原谅他的问题了。他触犯的是法律，做错了事就要承担后果，这是他必须学会的道理。代工厂已经联系好了，下周开始生产样品。周阳，别高兴得太早，游戏才刚刚开始。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挡了别人的路。强大，他的麻烦比你大得多。我只是一个路人，一个看不惯你这种小人得志的路人。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是提醒你一句，出门小心点，特别是常回家看看。你敢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again. 快去 X 家小区！师傅，能再快点吗？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特别是常回家看看。到底怎么了？报警！我们必须报警！对方用什么号码？有录音吗？这种没有号码、没有实质性证据的威胁电话很难追查。你先回去，最近多加小心。他们只能做了个笔录，让我最近多加小心。从那天起，我的生活被一层阴影笼罩，我不敢再去王浩的公司，每天都亲自接送女儿上学放学。老张，帮我找2个靠谱的人。这是阿山、阿海，退役特种兵。这不像钱宏达的作风，他是个商人，讲究利益。现在他焦头烂额，没必要再节外生枝，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你，对他没好处。我也这么觉得。钱宏达虽然傲慢，但行事还算有分寸。这种直接进行人身威胁的手段，更像是狗急跳墙的亡命之徒。会是谁呢？我无法集中精神去工作，每天都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放宽心，家人的安全交给我。我做不到。爸爸，爸爸。张伟，他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应该在看守所里吗？追！周先生，你别动，我去！不行，我必须去！你看好我女儿，她要是少一根头发，我跟你没完！站住！周阳，你放开我！啊！放开我！
你为什么会出来？谁把你放出来的？你没想到吧？我出来了，钱红帮打也倒了，哈哈哈！现在轮到你了。周阳，跟我来。周阳，有件事儿必须告诉你，张伟不是我们放的，他3天前在转运的途中被人劫走了。劫走？对方手法很专业，我们正在全力追查，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那钱宏达呢？钱宏达昨天晚上在自己家的书房里突发心梗去世了。他不是好的吗？怎么会？法医鉴定是突发疾病，但我们觉得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他的公司最近被查出有严重的财务问题，涉嫌巨额偷漏税和洗钱，他名下的很多资产都被冻结了。而劫走张伟的那伙人，我们怀疑和钱宏达背后的洗钱集团有关系。张伟为什么要来找我？他什么都不肯说，就像疯了一样，嘴里一直念叨着你。不过我们在他身上搜出了这个赵明，我妻子的名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赵明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员，一个月工资4000块，他哪里来的100万？他为什么要给张伟转100万？他和张伟又怎么会扯上关系？无数个疑问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这张凭证是不是伪造的？我们核实过了，这笔转账是真实有效的，钱是从你妻子名下的一个账户里转出去。老公，你没事吧？我听说张伟……我看着他那张熟悉的、充满关切的脸，喉咙里却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的眼神开始躲闪，不敢看我。那一刻，我什么都明白了。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撕成了2半。为什么？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你只是什么？你只是拿了100万去救那个差点毁了我们全家的人渣。你只是和劫走他的那伙人有关系。那个威胁我女儿的电话再次在我耳边响起，一个可怕的念头浮现在我的脑海。那个电话是你打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只是想救他出来，我不想让他坐牢。救他？你为什么要救他？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钱是哪儿来的？是钱宏达给我的。钱宏达？他说，只要我能劝你销案，他就给我100万。如果劝不动，就让我用这笔钱找人把张伟救出来，然后远走高飞。他给了我一个联系方式，我鬼迷心窍，就联系了他们。所以你早就知道张伟会被劫走，你也知道他会来找我女儿。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这么做。我只是想让他出来，我没想到会把事情搞成这样。我看着眼前这个我爱了7年、朝夕相处了7年的女人，这一刻我只觉得无比的陌生。我的枕边人，我的妻子，我女儿的母亲，竟然为了她的前男友和一群亡命之徒勾结，差点害死我们自己的女儿。我和张伟早就认识。我以为我对抗的是张伟的贪婪，是钱宏达的权势，到头来才给我最致命一击的是我最信任的枕边人。离婚吧。老公，我不要离婚，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做的事已经触犯了法律，我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警察。至于女儿，你以后也别想再见到她。想开点，这种女人不值得。道理都懂，但7年的感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事情可能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
劫走张伟的团伙不是一般亡命之徒，是专业的洗钱组织，代号清道夫。清道夫？对，专门为大人物处理见不得光的垃圾。钱宏达只是客户之一，钱宏达通过他们把黑钱洗白，他们利用钱宏达公司做资金渠道。钱宏达的死不是意外，是清道夫杀人灭口，调查组快查到账上了。那他们劫走张伟又是为了什么？张伟是一颗棋子，一颗用来搅局、转移警方视线的棋子。他们故意放出张伟来找你麻烦，制造混乱，趁机处理账目和证据。那赵明呢？赵明是另一颗棋子。青素福利用他对张伟的旧情和愚蠢，让他成了传递资金、启动棋子的工具人。100万对他们来说只是成本，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张伟和赵敏活下来。等事情办完，这2个人都会像钱达一样意外死亡。一个环环相扣的阴谋，我和我的家人都只是猎物。现在清道夫的目标很可能已经转移到你身上了。我？对，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能把张伟、赵敏、钱宏达串联起来的活口，你活着就是个人证。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让我闭嘴。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游戏，一场以我的生命为赌注的游戏。必须主动出击，在他们找到我们之前，先找到他们的老巢。怎么找？我已经有线索了。赵明转账的匿名账户，我追踪到了绑定的手机信号，信号最后消失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废弃的化工厂，报警，来不及了。警察从接案到部署需要时间，清道夫嗅觉及极其灵敏，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转移。我们只有一次机会。那你想怎么样？我们2个人闯进去？当然不是。我虽然是个程序员，但也认识几个特殊人才。王真，记住，这次目的不是跟他们硬拼，任务是我到洗钱的洗钱证据、账本、电脑，拿到东西立刻撤退。我先进去探路。安全，工厂东侧3号仓库有灯光，5个人，像是在销毁文件。行动。快点儿，把这些都烧了！老板说了，天亮之前必须处理干净。钱宏达这个废物，这么快就被查到了，害得我们也跟着擦屁股。行了，别抱怨了，干完这票就能拿钱走人了。动手！不许动！警察！快，抢救证据！硬盘或许还有救。谁报的警？不好，我们中计了！怎么回事？警察怎么会来得这么巧？这不是巧合，这是一个圈套。清道夫故意留下信号引我们过来，他们算准了我们会报警或者自己行动。他们在这里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仓库里那5个人只是弃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和纵火销毁证据案绑在一起。如果我们被当场抓住，人赃并获，那我们就会从揭露真相的英雄变成和洗钱集团一伙的罪犯，到时候浑身是罪也说不清了。那现在怎么办？先离开这里，希望这台主机里的东西能给我们答案。找到了。这就是他们洗钱的账本？不止，
你看这个，怎么会是他？李静，我们小学班长。我一开始也不信，所以顺便查了一下他的账户。打款方是一家海外的皮包公司，这家公司也在客户名单里。他也是清道夫的人？不，他不是客户，他是执行者。我查了那天晚上是谁匿名在论坛上发了你的截图和主播视频 ，IP 地址指向了李静家的 WiFi。他在网上帮我反转舆论，让我把他当成朋友。原来从一开始，他就是敌人安插在我身边的棋子。先是妻子，然后是班长。我真诚待人，换来的全是圈套和谎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很简单，为了获取你的信任，他先帮你，让你把他当成盟友，然后在你最没防备时给你致命一击。化工厂的井就是他报的，他算准了我们会去，也算准了警察会去，他想把我们一网打尽。这个女人不简单，隐藏得太深了。如果不是这份名单，我们永远不会怀疑到她头上。周阳，你在哪儿？你没事吧？我没事儿。那就好。我看到新闻了，说郊区化工厂着火，还抓了几个纵火犯。我真怕你。他还在演戏，演得那么逼真。李静，50万够花吗？周阳，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吗？那换个说法，清道夫的执行者这个身份，你应该听得懂吧？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那份名单你们拿到了？拿到了。很好，省得我再费力气了。为什么？你家境优渥，工作体面，为什么要给这种组织卖命？家境优渥，你看到的都只是表面。我父亲的公司早就被钱宏达他们那群人吃的只剩一个空壳了。我们家欠了外面几千万的债，是清道夫找到了我，他们帮我还清了债务，代价是我为他们做事。所以你就成了他们的狗？随你怎么说，成王败寇而已。我只恨我没有早点遇到他们，否则倒下的就是钱宏达，而不是我父亲。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说这些？不，我打给你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交易？把名单原始数据交给我，作为交换，我保证你和你女儿安全离开这座城市，后半生衣食无忧。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信不信由你，但你没得选。你以为你们逃出了化工厂就安全了？我告诉你，清道夫的人已经知道你们的藏身之处了，最多半个小时他们就会找上门，要么交出名单换一条活路，要么就和那份名单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说的可能是真的，我们能追踪到他背后的组织自然也能追踪到我们。怎么办？不能坐以待毙命。他想要名单，我们就给他，但不是现在，也不是在这里。周阳，接下来需要你冒一次险，假装同意李静的交易，把他约到人多的地方，最危险也最安全。市中心的时代广场，那里有全市最大的电子屏幕。你一个人去，我们会做好万全准备。你的任务，拖住他，至少10分钟。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想通了，名单可以给你，但我要先看到齐你安全离开。可以，地点你定。晚上9点，时代广场喷泉旁边见。我一个人去。好。东西带来了吗？带来了。我的人已经把你妻子和女儿送上机场的车，半小时后登机。现在把东西给我。我要先确认他们安全。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拦住他！时代广场那块巨大的电子屏幕，所有的广告画面瞬间消失，清道夫组织洗钱的所有证据，整个广场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抬头仰望着那块屏幕，脸上写满了震惊。李静站在原地，脸色惨白如纸。他知道他输了，输得一败涂地。刺耳的警笛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一张无形的天网缓缓收拢。这场由鸿门宴开始的闹剧终于要结束了。代号青落手的洗钱组织已被全面瓦解，多名核心成员被捕。此案告破得益于一位匿名人士提供的关键证据，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名单曝光，贪腐大案，被告人李静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恩断义绝。张伟因为挪用公款和后续的报复行为被判了15年。听说他在狱中精神彻底失常了，而我则成了这座城市的英雄。媒体的采访、政府的嘉奖纷至沓来，但我都拒绝了。我只是一个想过平静生活的普通人。爸爸，你看海鸥。属于我的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了，而属于我和女儿的崭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